各位同學，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今天的 HSK 5級考前輔導系列課。在今天的課堂上，老師要和大家一起接着學習聽力部分的短文聽力。在之前的課堂上呢，我們已經學習了短文聽力呢可能會分為不同的文章類型，文章類型不同，我們用到的技巧和方法也不同。主要呢是從你聽到的內容來做的判斷以及大家的一些技巧的訓練。今天呢，我們將會從一個新的方面來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當你遇到不同類型題目的時候，應該怎麼去應對呢？所以說，在今天的課堂上，我們呢是從問題的類別來一起分析一下，當大家聽到一篇短文之後，你可能會聽到什麼類型的問題，而這種類型的問題，你又應該怎麼去作答呢？總的來說，問題的類別可以分為3個類別。第一個是我們今天要說的細節題，除了細節題目之外呢，我們還有概括題，也就是問你這篇文章主要說了什麼。除了細節題和概括題，還有最後一個類別，那就是推理題。所以總的來說，當我們完成第2部分問題類別的學習之後，大家对短文聽力部分當中將要遇到的問題類別就有了一個大概的了解了，也知道應該怎樣去做這種類型的題目。好，閒話就不多說了，趕緊一起跟着老師來學習一下，那細節題到底應該怎麼做呢？其實說到細節題，很多同學覺得可能會有點頭疼。為什麼一篇文章說了那麼多句子，對不對？又是在短文部分，一看，選項這麼多，3道題目，1道題目4個選項，3、4就是12個選項。那我怎麼去判斷我要聽的到底是不是細節？這個細節又在哪兒呢？大家不要着急，我們呢先來看一看，說做聽力題最主要的一個步驟就是聽之前我們一定要看選項，看完選項之後做預測，通過這個預測你來猜一猜你聽到的可能是什麼內容，而在這個內容當中你要關注的信息在哪裡。一般來說，細節題，比如說第36題 A 男朋友， B 他一個人住， C 一個好朋友， D 父親和母親。這4個選項看起來好像都沒什麼關係，也猜不出來可能要考的問題是什麼，那它很有可能就是一個細節類的題目。你要關注的就是可能你要听到的這個內容當中，到底是和這個人物哪個人物和主人公有關，是男朋友，還是只強調他一個人住，或者說呢說的是一個好朋友，還是說的是他的父親和母親。因為4個選項都和人有關係，所以我們猜36題也有可能是和故事當中的人物有關。我們再看第37題 A 覺得不方便， B 房子價格太高， C 現在住的地方太遠， D 想和丈夫住在一起。看完了這4個選項，你來猜一猜這個可能考你的是什麼問題呢？我們分析一下，第一個，我覺得某個東西或我現在住的地方我覺得不方便，所以我想要換一個地方，對不對？也有可能說我現在住的房子價格太高，所以我要搬家。或者說原因是现在住得太遠了，我想要住的離單位近一點兒。又或者我現在呢結婚了，想和丈夫住在一起，所以這4個選項一分析，好像都和要租房子或者換房子有關，
是關於這個故事哪一個細節呢？是關於這個主人公，也就是要討論的這個人，故事當中的他為什麼要換房子，或者為什麼要出去找房子、租房子，對不對？所以這個也是我們通過對選項的分析之後來確定到底考你的是哪一個細節。接着再往下看第38題 A 不想回家， B 還在上大學， C 想買貴的房子， D 還沒找到合適的房子。好像就是說一開始交代了人物，中間說了原因，應該到結果了，是不是？那他找房子找得怎麼樣？到最後是不太合適，那就不想搬了嗎？最後覺得這兒挺好的，我不換了。或者說還在上大學，這個選項好像不太好，容易判斷出來跟什麼有關。那 C 呢？說那我不換房子了，因為我想買貴的房子。又或者說找了半天的結果就是還沒有找到合適的房子呢。所以很有可能第38個問題，它的答案呢是在我們聽到的這個短文後邊的部分，因為一開始要說是誰，和誰有關，接着呢又說為什麼他要換房子，或者為什麼他要出去找房子、租房子。最後一個問题，找了半天，結果怎麼樣？你來做一個判断。這個是通過我們分析選項得出來的，到底可能是考什麼樣的題？總的來看，36到38這3個題目都是文章的細節，而我們通過分析呢，也能知道這是我們之前說的哪種類型的文章啊？很有可能大家要聽到的是一個故事，所以故事當中那些細節信息就包括時間啦、地點、人物，對不對？還有發生了什麼事兒，為什麼會發生這件事情，經過是怎麼樣的，結果又是什麼。而我們經過了對選項的分析，知道很可能要關注的是這幾個要素裡邊的人物、原因還有結果。老師說的对不對？那當然要通過听力的文章內容來做一個檢驗了。所以接下來的時間交給大家，你來一邊聽一邊做選擇，看一看剛剛我們的分析是不是正確的。第36到38題是根據下面一段話。大學畢業以後，李麗和好朋友陳慧一起找了一套房子，房費一人出一半，既省錢又可以有個伴，挺好的。可現在陈慧有了男朋友，李麗就觉得不方便了，想找個房子搬出去。2個月過去了，她跑了很多地方，還是沒有找到合適的。不是房子太差，就是地方太遠，不然就是價錢太貴。李麗說，現在找房子比找男朋友還難。36，李麗現在和誰住在一起？37，李麗為什麼要找房子？38，關於李麗，下列哪項正確？我們的聽力內容結束了，怎麼樣？是不是真的聽到了一個小故事呢？
那這個故事你找到了它裡邊重要的細節內容了嗎？我們一起來看一看。先看我們第36題，已經公布了答案了。答案是 C 選項，一個好朋友。現在反着問一問你，36題剛剛問了你什麼呢？問題是李麗現在和誰住在一起？其實這個故事就是關於李麗要找房子的故事，對不對？一開始說她大學畢業之後呢，和她的一個好朋友住在一起。問你的就是誰？是不是剛剛我們分析說你要關注一下，在這個故事當中，主人是誰？這個人他和誰有關係，對不對？其他的選項，什麼男朋友是提到了，是李麗的嗎？不是，所以不考慮他，也不是他一個人住，都說了是和他的一個好朋友一起住，对不对？那他的父親和母親呢，也沒有提到，所以我們的關鍵句就是李麗和好朋友陳慧一起找了一套房子。這個是故事的開始，他們剛畢業的時候發生的事情。那後來又發生了什麼呢？也就是我們這個故事發展了。到了第37題，答案給到大家是 A 選項，覺得不方便。剛剛分析說37題很有可能是問這個人為什麼要找房子，為什麼要租房子之類的問題，是不是？一起來檢驗一下，到底題目問了什麼呢？37題的問題是李麗為什麼要找房子？是不是和我們剛剛分析的也一模一樣啊？原因呢？關鍵句是這一句。可現在故事發展了，剛畢業和陳慧住，現在呢？現在陳慧有了男朋友，李麗就覺得不方便了。人家是2個人，住在一塊兒，你這一個人是不是有點像中國人經常會說什麼電燈泡？而且這3個人住在一起，原來是2個女孩，肯定比較方便。現在又加了陳慧的男朋友，肯定是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对不对？所以李麗也是這樣認為的。李麗覺得不方便了，想找個房子搬出去，所以她找房子的原因就是我們的 A 選項，覺得不方便。再來看下一道題目，38題，答案是 D 選項，還沒找到合適的房子。問題呢，問的大家是關於李麗，下列哪項正確？看起來是一個需要找一找和李麗有關所有的細節信息，對不對？但其實我們說從關鍵句也可以分析得到。最後剛剛我們預測的是這一部分的內容很有可能答案呢是在文章的後邊，也就是他找房子的結果怎麼樣？一起來看一看結果怎麼樣呢？不是房子太差，就是地方太遠，不然就是價錢太貴，所以好像都不是特別的合適。所以呢，最後還說了一句話，現在找房子比找男朋友還難。說了難那說明什麼？他找到了嗎？他應該是還沒有找到合適的房子。李麗沒有男朋友，而找房子比找男朋友還難，所以呢，當然是 D 選項，沒有找到合適的房子。A 不想搬家，人家文章當中說了，覺得不方便，想找個房子搬出去，所以 A 是錯誤的。還在上大學，一開始就告訴你了畢業以後，對不對？所以 B 選項也是錯誤的。而 C 根本就沒有提到，所以我們不做考慮。好，看完了第一個細節題目，核對一下你的答案 C、A、D， 你做的怎麼樣呢？做完了第一道題目，繼續趁熱打鐵，我們再來看第2道細節題。第2道細節題還是從分析選項開始，
先看第40題 ：A. 公開、公平 ；B. 青春、時尚 ；C. 自由、快樂 ；D. 精彩、浪漫。這4個選項啊，要注意了，好像呢看不出來是關於什麼的，但是你可以知道，肯定有那麼2個詞，只出現了那麼1次，是跟什麼主題呀、標題呀之類的有關，這麼工整，对不對？所以我們預測你一開始要聽的關鍵信息，一般啊40題的答案都在一開始，那就是想看一看關於要說的這個東西，它最主要的特點是什麼，或者說它的主題是什麼，它的題目是什麼，它的主要內容是什麼，那你就找聽到了哪個關鍵詞就選哪個關鍵詞。再看第41，導演、網友、設計師、大學生，和什麼有關？和人有關。你要仔細聽的是，在你接下來要听到的內容當中，你听到了 A、B、C、D 4個選項當中的哪一個選項，或者說哪1、2個選項。如果你只聽到了一種人，那恭喜你，答案就是他。如果你可能既听到了导演，又听到了網友，那你就要注意再聽關於導演說了什麼，關於網友又說了什麼，而且還要聽一聽，仔細去聽41題的問題問的是什麼，到底是和說導演有關的句子有關呢，還是說和說網友相關的句子有關？這個是我們41題大家要注意的。再看42 A 剛剛結束 B 是體育比賽 C 4月公布結果 D 主要面向老年人。很有可能啊，這個都是4個描述性的東西，都可以去說，這個事情或者说這個比賽剛剛結束啊，我們要說的就是一個比賽。什麼比賽呢？體育比賽，或者說這個比賽的結果4月份公布，又或者這個比賽呢是面向中老年人的，所以還是一道細節題，而且是需要你找相對應的信息。那你要判斷的就是主題說的是什麼。一般來說，這個形容的呀都是整篇文章所要說的那個最主要的信息。也就是說，很有可能是一個說明文，關於這個事物你知道什麼？這些信息是需要你一開始讀完選項之後，就要在聽的時候一邊聽一邊去判斷了。好，關於選項的分析我們就到這裡，下面的時間還是交給大家一起一邊聽一邊作答。第40到42題是根據下面一段話。本次時裝設計大賽的主題是青春時尚。參加比賽的設計師要求年齡在25歲以下。設計師可以充分自由發揮自己的想象力和創造力，體現自己的個性。整個大賽本着公開公平的原則進行，所有設計師的作品將被放在網上，由網友打分，評選出最佳設計獎。評選結果於4月15日公布。具體的比賽規則和報名方法，見網上的報名須知。40. 本次大賽的主題是什麼？41. 參賽作品由誰來評分
42，關於這次比賽可以知道什麼？我們的听力題又結束了，怎麼樣？是不是和剛剛我們一起預測的內容差不多呢？一起再來分別看一下每一道題目，順便檢查一下你的答案。第40題，正確的答案是 B 選項，青春和時尚。我們說很有可能就是和主題呀、標題之類相關的內容，因為看起來非常的工整又簡潔。問題問的是什麼呢？本次大賽的主題是什麼？所以這篇文章是一個說明文，說的是關於一個比賽。一開始呢，就告訴了你這樣一句話：大賽的主題是青春時尚。剛剛呢也提醒過大家，這道題目你聽到哪個詞就選哪個詞，一般來說不會出現一個標題還有一個備用的，是不是？所以我們只聽到了青春和時尚，當然答案也就是 B 選項。再看下一道題目，答案是 B， 网友和人物有關。那關於這個比賽問到的是什麼問題呢？41題的問題，參賽作品由誰來評分？問你這是一個比賽，有很多人去參加，那評分的人是誰呢？說導演、設計師、大學生、網友，這些人你聽到了哪一個呢？是不是題目當中只說到了網友這個群體？句子是：所有設計師的作品將被放在網上，由網友打分。其他的導演、設計師、大學生，好像只聽到了和設計師有一點關係，因為句子說所有設計師的作品，但是問你的是由誰來評分，也就是剛剛提醒大家的，當你聽到如果有2個詞都聽到的話，一定要注意問題問的是什麼。在這裡問評分的人是誰，那當然是網友了，所以答案也是 B 選項。再看最後一道題目，答案是 C， 你做的怎麼樣呢？這道題目剛剛分析，很有可能就是關於這個說明的對象，你都知道些什麼。那問題呢？問題是關於這次比賽可以知道什麼？和我們剛剛分析的是一樣的，所以說提前預測非常重要。而關於這個比賽呢，是剛剛結束嗎？還沒有，對不對？是體育比賽嗎？設計師不是體育比賽，主要面向的是中老年人嗎？也不是。那關鍵句呢是這一個，評選結果於4月15日公布。4月15日是不是就是在4月份呢？所以答案是 C 選項，4月公布結果。怎麼樣？大家做題做得還順利嗎？這個呢就是關於細節題的一些主要要注意的地方。其實在做細節題目的時候大家最主要的就是一定要做好提前的預測。在預測的同時，你就知道你接下来要听到的內容是什麼，故事、說明文還是議論文。那在這3種不同的文體當中，你要注意的是哪些信息呢？在故事当中，我們說有時間、地點、人物，事情的起因，也就是原因、經過和結果這6個要素。一般來說經常會考的就是這樣的細節題。在這6個要素當中，哪一個要素會考到，就是需要大家通過看選項來做判斷了。如果你的選項當中有时间类的詞，那很有可能考你的就是關於這個主題是和時間有關的。如果呢是有人物，那你要注意聽，在接下來你听到的短文当中听到了哪些人物，和這個人物相關的事情是什麼，而問題問的又是哪一個。
所以你一定要对應起來。如果看到的選項好像都是在說是為了做什麼是因為什麼，所以你要判斷的是原因也很重要。一般來說，最後一道題目呢，有時候會考你結果，或者說你刚刚听到的故事呀，是有一個發展，或者說要去解決一個問題。而最後一道題目呢，也有可能問你的是問題解決的怎麼樣？結果是什麼？這是故事類的。今天我們第二類呢，是關於說明文的。說明文大家要關注的一定是主體是什麼，也就是說，在說明文當中，說明的主要的對象是什麼。當你知道了這個對象之後，你就要分析一下選項當中問你的是和這個對象哪一方面有關呢？剛剛的第41題問大家的是它的主題是什麼？是關於比賽的。那這第42題呢，又是一個整個的問題，關於這次比賽可以知道什麼？4個選項可能來自於不同的細節，你就需要細細的去判斷了。所以當大家在做細節題目的同時一定要注意的就是提前去看這些選項非常重要。只有你提前看了它們，你才能把握住接下来你要听的內容當中主要的信息點在哪裡，或者說你聽到一個關鍵詞之後，你就可以快速的做出選擇，這個就是我要找的內容。好，今天內容非常簡單，只是和大家分享了2道題目，正好這2道題目考的都是和細節有關的内容。我們今天呢，主要就是討論細節題。在明天的課程當中我們呢將會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第2類的題目，概括題。概括題應該怎麼做？又經常會問大家什麼類型的問題？這個就是我們下節課需要解決的問題了。在這裡先賣一個關子，期待你們繼續關注我們的課程，一起去看一看概括類的題目應該怎麼去做。好，今天的課程呢，我們就先上到這裡了。最後祝大家考試順利。我們下節課就要一起去學習概括類的題目了。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問題，歡迎在我們的網站上邊，或者說是微信直接和老師聯繫。網站呢也會每周都會更新一些新的課程，希望大家多多關注。好，今天的課程就到這裡，請期待下一節課關於概括類的課程吧。我們下節課再見。